庆余年2已开播，由于它第1季的好口碑，以致第2季被观众期待，被各大资方平台看好。开播前的预热仪式豪华而隆重，但是从截止目前播出的11集来看，虽然特效方面更为精良高级，但故事情节反而有些拖后腿了。前7集总给观众一种懵懂看不明白的感觉，也许是2季相隔5年太久了，观众基本已经完全遗忘第1季的剧情，导致2季故事无法在观众的心中很好的衔接续上。即便如此，《庆余年2》仍有3位演员让人眼前一亮，他们的表演能让观众去了解他们，甚至从此喜欢上他们。第1位是范闲的弟弟范思哲，郭麒麟饰演。范思哲在第1季里面就很出圈，可以说《庆余年》也是他的影视代表作品。没想到第2季目前出场不到20分钟的时间，依然让人眼前一亮。他的表演让人忘却烦恼，不自觉地被他剧中的言行或者带点夸张的表演吸引。剧里的范思哲被范闲揍得鼻青脸肿，但观众的心情却忍禁不住的开心。郭麒麟就这样把他自身的喜剧元素展示给了观众，让权谋的严肃秒变轻盈的喜剧质感。第2位是二皇子李承哲，刘端端饰演。他与范闲在抱月楼相遇，他把二皇子病态的癫狂，把想拉拢范闲的那种偏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观众对这样的角色人物的感情甚是复杂。这么说吧，就像你无法讨厌一个整天在背后追杀你的人，但是你也真的不敢靠近他，毕竟此号人物危险系数高。第3位是太子李承乾，张浩为饰演。他刻画的太子是整日端着仪态，天性实则洒脱不羁，表面温和谦逊，还带着傻气。然而心计谋划却丝毫不逊于二皇子李承哲。这里默默腹诽一下，皇家根本就没有天真灿烂的人，一般人物以这样的形象出场，大概率都是大 boss 级别。张浩为之所以脱颖而出，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球，是他让观众相信了太子是好人，不是大反派，而且还有一点点怜悯他身为皇家人的无奈。至于男主张若昀，相比第1季的范闲，就还没出现高光时刻，毕竟范闲的主角光环太强，自然需要比其他演员更突出的表演或氛围感，才能脱颖而出，收获观众大大的爱心赞。与《庆余年》同为男频剧的还有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，罗云熙主演的《水龙吟》。虽然这3部剧的题材不同，但不管是权谋还是仙侠，其核心都是男频爽剧。杨洋主演的《凡人修仙传》改编自望宇的同名仙侠修真小说。对于小说不得不提一下，这是一部高人气、绝对的大 IP 男频修仙小说，粉丝数量庞大，包括酱子也是凡人书粉。其实《凡人修仙传》讲述的是一个平凡少年韩立，没有修仙天赋和资源，意外踏上修仙道路，在这条道路上谨小慎微，不断成长，历经磨难，最终成为修仙界大佬的一代传奇。韩立在修仙界不断晋级的过程中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也经历了生死离别。剧情跌宕起伏，语言幽默风趣，内心活动贴切真实，让读者不停弹跳在韩立的修仙路和现实中，那种虚幻与真实世界的来回穿梭，给人一种无语言比的快感。更可贵的是，让读者通过韩立所言所行、所思所想，以及突破各种诡异困局，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勇气，似乎自己也拥有了突破工作中麻烦的力量与智慧，让本不善言辞的自己也能偶尔幽默一把。杨洋此番出演韩立，对他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。韩立这个人物虽然长相平凡，但是他太有血有肉了，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模样甚为接近。他除了小绿瓶的外挂外，其他都是普通人拥有的智慧与果毅。他没有别的仙侠主角的那种飘逸出尘，韩立有的是一身红尘气，却想遁出红尘，脱离凡世。这样的人物角色真心不好演，需要实实在在的演技和感染力。而杨洋拥有的高颜值，在韩立这个角色上不但无法加分，
反而是减分项。既然杨洋敢于挑战这个角色，其实他已经值得点赞和期待了。至少他在不断突破自己，寻求进步。在去年12月，《凡人修仙传》就以官宣杀青，历经5个月的拍摄，横跨夏秋冬3个季节，实地取景。其实这部剧自开机以来，关于杨洋饰演的韩立的各种路透、定妆照、官宣特辑和预告就频频放出，每次都能冲上热搜，成为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。如果这部剧能如小说或动漫一样被观众喜爱，那么杨洋在娱乐圈的地位就更加牢固了。而对于刚杀青的罗云熙主演的《水龙吟》，改编自藤平的小说《千劫梅》，虽然同为小说改编，也同为大男主的修仙剧，但是小说的排面可远远不及凡人。但这对罗云熙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种机会？观众对罗云熙饰演的唐丽慈构想还是更飘逸、更梦幻。毕竟他是从异世界入实世界，游历神州，遍历七情，最终自我成道的神秘高手。唐丽慈的起点就不是凡人，没有韩立那样的尘世烟火气息。从官方披露的信息来看，唐丽慈在实世界的武林江湖中以及神州大地游历，经历了被昔日好友构陷，被迫卷入各种复杂纷扰中，更被群侠为守护苍生不计生死的血性所感染，最终选择肩负起江湖未来使命，矢志守护天下的故事。从此处可推断出，这是一个人拯救天下的俗套情节。像这样的故事结构没有太多的新意，但好在这部剧的服装造型飘逸唯美，很有仙人的灵气。参演的演员无论从古装颜值还是演技水平都比较均匀，没有良莠不齐。虽然罗云熙的唐丽慈妆造有争议，有的网友认为太繁琐华丽，有些夸张了，有损罗云熙的古装仙气。另一些网友则认为罗云熙的颜值就是硬实力，无论是何种造型，只要是罗云熙都好看。况且仙气飘飘不一定要是和尚装或浴袍装。客观地说，此次唐丽慈的妆容确实很华丽，可看海报真的也不怎么样。神奇的是，从放出的预告片或路透视频来看，却又真的非常养眼，是打破以往仙侠的固定形象，是一种新的仙侠人物造型设定的尝试和挑战。从水龙吟放出的预告中可以看出，所有关键人物造型都挺惊艳的。方逸伦饰演的刘演华贵无比，很有异域美男的质感，呈现了与之前他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的感觉。希望他最终的表演能为这个华丽的外貌注入灵魂。孝顺瑶饰演的沈郎魂英气十足，可以说是现代时尚与古风硬汉的结合。还有林允的造型不仅惊艳，还有灵性。粉丝认为林允这次终于遇到好的妆造了，还表示不管水龙吟播出效果怎样，林允这回是美而灵动，值得为之期待与送上大大的赞。关于这3部剧，不知您更看好或偏爱哪一部呢？如果您对视频内容有补充或更正，非常欢迎您喜悦的留言讨论，但千万别携带怒气，喜悦使人青春美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观看，敬请期待下期视频，再见。